千里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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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6骑火上切入后继。身边的2倍多的风，光的圣人揭开冰封，南天的温东方阵里来朝向金钟，千方万丈的究竟绕进来是神，年龄是我肆意前行，没时间让我心空，对我的下场被模糊的不知我光，要时刻擦亮你内心并不如刀枪，那脸前锋芒无暇肩膀上的风霜，将一散去，我才开始启动暴风，个个凶神恶煞200个悬崖勒马，想方设法明白在壁上刻下了无牵挂后再奔腾策马，痛快边疆塞外世世代代因时将我们击败，历史有太多太多记载，死不带走，生不带。秉笔就是直心，血就是力，立一家之言。汝心不正。卑躬屈躬，有人在惘然之中。若是想要维持时代的继续，来试试看用手碰碰，打破中的神秘的枯萎。天山被雾气包围，红尘里望穿清水，望不穿的不一定会。你是风沙般的正义，出双斩士的抽水。没有结局，要全力写下后续。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。任由你72变，我依然36级。巴尔先生，巴尔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哥出事了，有人举报父亲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臣。什么？父亲写史书的事情，只有我们还有他几个最亲近的弟子知道。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？我会查出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哥。大哥怎么了？大概是不想父亲名声受损，大哥顶了罪，说那些都是他一人所写。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谶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大哥他……不日便要问斩。我这就赶往洛都，你在家陪着母亲。我也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是否能回得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我知道危险，可是二哥，从小到大，你偷跑出去干的那些事，哪一次能甩得掉我？撤！离洛都不远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城门怕是没开吧50便是行刑之时。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或许能赶得上。唱！什么？好大的力气！啊，对不住啊，没事吧？惊扰了我家主人，你还想走吗？主人说无妨，让他们走吧。哎，主人还是醒了。
扰到贵人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你却知道我是贵人。女孩子银夜急奔，必是急事吧？要赶去洛都。城门日出才会开。前面是桑林，夜里老有些游侠游女在那里玩闹，不妨一起去看看。等天亮一起进城吧。有此等惬意时刻，真乃人生幸事。真是惬意。俏秀折腰，美动人呐！去跳一跳。好呀，您可得给我抚琴。哎，听说一心鼓舞式神，便能得梦女相照，一解所困。你们说是真的是假的呀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就是啊，你得看的。天亮之后。趁着月亮躲进了云彩，晚风也不例外，将银河的心思拨开。简单如飞雪般的纯白，怎么停不下来？一点一点缓缓落在我脸上的脚印，一步步不敢靠近，只担心融化进，好像失去这重力。或许会有距离，深深慢慢目的，不停息，不得已小心翼翼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颜色拉长，还未到天明，横穿微光，相伴又朝夕，只愿天空无遮挡，化作一颗星，照亮满荒。逐渐模糊的被冷冻，沉默也被认同，从来不会心疼过，为了不诚心的愿望，洒落成了坟墓，还自己活着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颜色拉长。朝夕，只愿天空无遮挡，化作一颗星，照亮满荒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颜色拉长，还未到天明，横穿微光，相伴又朝夕。人生寄于世，焉乎流转？我竟睡过去了。先生不知，我今年被噩梦所缠，睡眠从不得安稳，几无生趣。倒是同病相怜。我近期睡难安寝，只有在行驶的车内才能稍稍入睡，所以我常会在夜里乘车在郊外转到天亮。不想今日就遇见了你们，打扰先生清梦了。哎，其实也睡不安稳，睡时总陷入同一迷梦，颇为难解。可否讲讲你的噩梦？从小，先父训我读咏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后来要杂志、术数、方剂，我都能过目不忘。可怕的就是这过目不忘，我能记得4岁以后的每一天，能一天天的数到现在。哦，记得哪一天念了哪一段书，
先父读到哪一句时停顿了一下，打了个喷嚏。唉，那时念的书只是记得，但是不懂。到了14岁那年，我好像突然就懂了。之后就开始做梦，在梦里，那些书里的字会动，书里的人都活了过来。每天读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人，都像是看不到边的军队。我能看见他们的一张张不同的脸，他们好像缠住了我一样。先父说，我心念不纯，才性不正，才会梦到那些。唉，从此我都不敢睡长觉。我二哥几乎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睡着，站着也能睡，但是都不敢睡长。让先生见笑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，记得每一天啊，比起你，我要好多了。我近来一入睡，都会梦到一个高大的金色巨人从空中飞来，落在我家的房顶上，很高，很大，头上还有一圈白光。我总觉得房子会被他压垮。那是仙人。何出此言？先生头上之气清贵至极，枝上迎着一丝金兰，当是仙人的气运。你会忘气？圣妹天生就会忘气，百不失一。会是哪位仙人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但金配西方，当是从西方而来。西方主行杀，可会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西边的西边，更远的，应是极尊贵的仙人。我也只能看出这些了，但肯定是好事。那好，姑且信你。姑娘这番话让我心情大好。啊，天也快亮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与先生一见如故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在下……哎，君子倾盖而谈，各奔东西。你我都被梦所扰，你叫我迷梦先生，我叫你噩梦兄，岂不更有意思？二哥，那个人真的可能是天子。若是这样，那还有3个时辰，便是大哥行刑之时，我们要抓紧了。先去耿家找耿公。啊，您找小少爷呀？他平时回来的不多，都住在雨林营里。那雨林营在何处啊？雨林营就在上东门外北面的宝架庄。不过，就是去雨林营也未必找得到他。碰到宿卫时，他就在宫里当值。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太学，小赵，你去寻耿公。现在正是雨林卫晨训结束，准备复职的时候，你直接去路上堵他。好。哇！
这箫声是小昭。帮你拔了一支凋零剑回来。谢过姑娘了。都是一剑封喉，真是好剑法。这些盗墓贼被抓住都是要受活剐的，我这是在帮助他们。可惜跑了一个。哼，跑不了。好剑法，原来真有射生剑士。攻射者，冥冥中闻声则中之。你叫什么？茂灵翼耿恭。平灵翼班超。我妹妹小昭。你继续带队去换房，我要回营去老头那儿请假了。老头是不会准的吧？那就由他扣响。哼！撤！刘鑫惹一屁股棍子。没办法，有人来要我的命了。哈哈！撤！我是本超。在老师就前伺候，依然痛心。如今梦见有，我就是为此来的。我也正打算回院里召集同学们去送送梦见。我要带他走。我知道，总要将尸骨带回老师身边。我要带的是活人。这案子很蹊跷，我并不清楚详情，只说是有人告发，说搬家伪造图谶，私写国史。你知道苏朗吧？记得。以前他和你一起跟着先父学习。苏朗半个月前已被处斩了，罪名就是伪造图谶。问题是，他是在2个月前自首的，拿出了许多怪诞图册，尽是荒唐之言。却说是由老师所授，最后还告发了私写国史的事情。以前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温恭的。在洛都，我和苏朗还多有交往。
只是在1年前，他拜了一个术士为师后，就日渐疯癫了。术士倒是有些名气，叫于右玄。我是向来反对这些怪力乱神的。那就没人查他？据说廷尉府是想问询他的，但江湖术士有理无端，早已不知所踪。必须与这苏朗案切割清楚才行。谈何容易？孟坚也曾抗辩，但此案定性为谋逆，大了可以灭族。所以，他索性都一个人扛了，保老师清明及班氏一家的性命。我本对他颇多看法，但这种风骨，我是极敬佩的。所以，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撤！到时候，就请中任哥哥带着世子们闹起来，冲到刑台上。这个好办。只是事情不管成与不成，最后你作为带头的鼓动者，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进入仕途了。那又何妨？只是我有个问题，我可以说服同学们去请愿、去闹，却不敢说是去劫法场。等他们上了台去挡了视线，你们动手时，他们看清了，多半会四散。这毕竟是断了前程的大罪啊！我有办法让他们上了台，却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，最后你们也好撇清。这是什么？一坨屎！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犯人是谁啊？怎么没带家呀？他可是太学院的班孟坚，两都赋听过吧？那就是他做的。如此大才，自然不用带家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！哎呦，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听说是私修国史，哎，可惜了呀。那前面这些太学院的士子是打算？大概是希望能恳请复奏吧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家亲自批的案子，想要复奏，谈何容易呀！报大人，太学院士子想要给犯人敬酒。哎，他自有他的断头酒喝，何须你们来敬？断头酒是断头酒，送行酒是送行酒。哎呀，这帮士子哟！
哎，放一个世子代表上刑台去敬酒。是。哎，盯紧一点，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把人拉下来。是。哎，注意啊，别伤了人。是。哎呀，啊，去吧。是。多谢王兄，你我素来不和，不想今日是王兄不怕牵连，来给小弟送行。你我是学问之争，本无其他。君之一去，如庄周失会师，将士失影人。有众位相送，不虚此生。你是在找与你素来交好的傅毅吗？我叫过他，看来是没来。太学3000学子，赶来的不过300。如果有1000人请愿，未必不能逼着临行复奏，重审案情。本朝从无此先例。孟坚，此情此景，何不作诗？你有病吧？拿琴来，搬两都要作诗了。作诗？啊，这是要做绝命诗啊！或许此诗也会和那两都赋一般名传不朽。哎，放他上去！啊！小周。搬家就靠你了。嗯。拿琴来，搬两都要作诗了。这个就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《咏史》。这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，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研究价值。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前朝文帝时，一代名医淳于意获罪，其女淳于缇萦为父请命，最终文帝悲悯缇萦的心意，废除了肉刑的故事。倒确实有临行的悲愤，只是为何要唱那个叫缇萦的女子？最后一句“百男何愧，愧不如一缇萦”，不是在笑话那些来送他的白衣世子吗？这班固不是要煽动世子们闹事吧？何时请愿呀？再等等吧。对，再等等，等等吧。53个已到。哎呀，不用。请讲。
亲，孩儿随即就来了。恳请副奏。恳请副奏。这一定是有预谋的，他们是要闹法场啊！这凋零剑只有军中才有，是从对面城墙上射来的。兵士中有人参与闹法场。大人，你先去安抚世子，我去看一看。哎，这会。那个谁，快去叫巡防营来！是。谁射的箭？举报者有赏。哼！把你们的箭袋都交出来！本部是我们汉学院的贴连之才，你们诛杀国士，必蒙百世无名。你们是未来的国之栋梁，难道不懂礼法吗？我对你们已经很礼待了。你不要命了！太学院王冲要过去，便从王冲身上踏过去。去把他们拉下来，注意不要伤人。放开！赶紧副奏！你看多我一个试试！一根不少。城墙上搜了，除了这50个守城兵士之外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怪了。将军，你看，那是白狼烟。这帮士子怎么会有白狼烟？有这狼烟的只有巡防营。所有人听令，给我冲下去！是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城里放白狼烟？大人，那边瓮城上严将军带着一队兵士持刀冲我们来了。难道？所有人听令，下马迎敌！是。别管那些士子了，拦住巡防营！太学生们，刀剑无眼，赶快散了吧！我们走。没事吧？你先聊啊。
让开，让开！你们这是做什么啊？大人，巡防营怕是要来劫法场。胡说！巡防营是我叫来的，来援助你赶散这帮太学生。你看，这可是军中的白狼烟，那帮太学生不可能有。不错，突然见到白狼烟，又见到严将军拔刀相向，我还以为出现了兵乱。那帮太学生竟然放了狼烟，哎呀，坏了！这帮胆大包天的，只怕已将死囚给劫走了。当心啊，当心！这点休息休息。当心啊，当心！班家人。没错，狼烟就是装在这琴里的。这帮太学生胡闹一通，却没有劫走死囚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大人，53刻已过，按照礼法，不能行刑了。哎呀，这就是斩了你又如何？行杀乃至阴之事，当在至阳之时，不然我的鬼魂也会萦绕着你们不散的。这便是那帮世子胡闹的目的了吧？哼，让你多活一天又如何？来人，将此犯收监。慢着，我要复奏。哎呦，班先生，我知道你才纵一方，但你的案子是天家定的，如何复奏？我正是要向天家复奏。真是见鬼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啊！真的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草民班超。敢为家兄班顾一辩。班超，昨日是你吗？是。那天牢里私写国史、伪造图谶的，是家兄班顾。只是今日草民在法场上将他劫了，换了我来。你胡说！这是启禀皇上，他就是班顾，法场也未曾遭劫呀。哼！我与家兄是孪生兄弟，混在太学士子之中，冲上了刑台，换了家兄的衣服，所以大人也未必看得出来。皇上，是有太学院的士子在法场请愿，造成了些混乱。孪生兄弟，哼，有意思。你要抗辩什么？家兄既没有私写国史，更没有伪造图谶。皇上，私写的国史已被查抄，证据确凿啊！你说说看。我班氏与前朝的太史公司马氏一样，本是史官世家，史官世代相传，竹帛长存，济公思过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如今大汉中兴，家父秉先祖之志，愿续太史公书，彰显汉魂，敬献皇上。只可惜未完身故，家兄有意续写，如今却无辜卷入图谶大案，还请皇上明察。
胡说！你家算什么史官？史官得朝廷任命。那逆犯苏朗确实招认他伪造谶伪国运，是受你班家的指使。那是苏朗的诬告，草民愿意与他当面对质。逆贼苏朗已被正法，你却来说这种便宜话！哼，皇上，我们抄了班固的住处，确实有许多有关屠谶预言的书籍。皇上明鉴，史官的渊源本是殷商的天官，所以占星望气屠谶本就是我班家的家学，家兄精研屠谶也在情理之中。所以你妹妹会忘气，想不到班彪一代大儒身上却有史官的家世。你说那国史是你父亲写的？是。那班固怎么说是他写的？家兄不想家父身遭污名。是个孝子。倒是你，短短一个上午就串联人手劫了朕的法场，利用了律法和朕的玉佩来庭上复奏，环环相扣，好算计啊！草民伏法。你倒是个敢谋敢断又敢当的。来人，先去了他的家。你知道这马的来历吗？草民有所耳闻，这是千里马，天下相马以此为模范。是前朝名将马援征交旨时，及当地铜鼓浇铸而成，敬献给先帝的。先帝第一次见到马援时，当时公孙述在成都称帝，而马援与公孙述很有交情。先帝问：“你遨游在二帝之间，是不是觉得游刃有余？”马援说：“我和那公孙述自小就十分交好，可是我到成都，他戒备森严，而陛下丝毫不加防范，怎知我不是刺客呢？”先帝笑说：“但刺无妨。”马援跪下说：“当今天下，君选臣，臣亦择君。今天我找到气度非凡的明主了。”草民不敢当。真当自己是千里马了？我知道你身具武功，也知道你心怀赤诚，来为父兄抗辩，但你毕竟违了汉律。来人，将这班超收监，细审待判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何在？朕刚才的那番话如何呀？皇上太帅了，洞察人心，言轻意远。那班超在地上都哭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皇上真是明君风范。朕是问那班超哭了吗？哭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哼，你这小孩子。去，叫人把那抄进的国史稿拿来，朕要看看。你确认这里安全？这本是我军中一个死党藏女人的产业，无人知晓的，放心。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我信二哥。这等同谋逆。哦，他现在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还不了解二哥的本领。就是些打杀的本领。他去外边逞凶斗狠，怎么偏偏你也……你会的，我和二哥未必不会。我们会的，
你就差远了。你们会些什么？唉，大哥，我其实12岁就随二哥在武林杀过盗匪了。那天我还为此作了诗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你哎呀！哎呀，唉。真乃奇书也。陛下，马上就该早朝了。下诏。来了来了！他是谁啊？贵霜人，仙奴。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，可曾想过要回去？你是不知道，这位爷呀，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。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。这种江湖术士，又到哪儿找去？我自有办法。唉，人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不久之前，我还竭尽心思的想要劫法场，如今却有了官身。我记得在列子里说有个地方天色昏暗，所以居民整日都在睡觉，醒的时光很少，以至于他们认为梦是真的，醒的世界才是虚幻的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活着就是虚幻的？就如眼前繁华的洛都，一掷千金的游野台一般虚幻。董公子买线才锦1匹。这破嘴，好大方！口手不凡呐，公子就是有钱。小心点儿！怎么了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胡姬登场了！哎，这游野台什么时候来了胡姬呀？拉我来就是给他捧场。嘿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这好事你都不跟我说。他是谁啊？美吧，贵霜人，仙奴。厉害啊！
等会儿他会下来谢礼。为何谢你啊？我捧他呀。哇，那是用来上吊的吗？我没你有钱，你现在可是600担的兰台令使，他呀是新来的，还只会跳胡舞，所以啊还没大红呢。倒是有些公子来捧他，无非啊是打些歪主意，偏这胡姬很硬气，就是不从。那些公子还有纠缠，我在旁边看着就按不住了。你想啊，我们可是武林侠少呀，上前就把他们打跑了。哦，靠拳头碰啊！现在人们都知道，这胡姬是羽林郎耿爷罩着呢。哼，成了吗？没有，有时倒也收点我送的钗呀、串呢，送的铜镜就不收了。有时候玩笑开得狠点，就能泼我脸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没见过如此优美之舞这是我兄弟班义。班义好。仙奴姑娘好。听说姑娘是贵霜人。如何来到汉地？我生在汉地。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，姑娘也没去过吧？可曾想过要回去？有劳姑娘了。他怎么这样啊？他一直这样啊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吗？这位公子好厉害啊！你是不知道，这位爷呀，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。可不是嘛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个被赶走的术士了。这点道行，还敢写于右旋嫡传？小人的确没曾见过于右旋这等传奇人物，打这招牌只是迫于生计，望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小人吧！啊！你还在查那个叫于右旋的？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。都查到什么了？这个于右旋2年前突然出现在洛都，每月只在朔望2日断命，每断无有不中，一时间名声大噪。可半年前，此人突然消失了，说是去云游四海了。就这些，这还用查？我都知道。哎，老班，四海之大，这种江湖术士，你到哪儿找去？我自有办法。班大人又在秉烛夜读啊，真是勤勉啊！怪不得不到半年就做了12位兰台令使的首席呀。可不是，不过也不光是勤勉。我听说班大人天赋异禀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这是别人再怎么勤勉努力也追不上的呀。哎，你说班大人读的是什么书啊？我记得那间屋子是你帮着收拾的吧？搬了一大堆竹简进去。嗨，
都是一些前朝遗留的残篇断简，都不成章句。班大人或许是想看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些失落的典籍吧。要是小昭在，非把你抓出来。以后就叫你妖先生吧。得蒙圣恩，我们得以在兰台续写太史公书。父亲泉下有知，也将含笑。你知道的，父亲其实不想我入仕，也不想我入京的。那是父亲的气话。你那些日子也实在荒唐，像劫法场一样荒唐。为兄真的很感激你。大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听闻这几日，你常常与那羽林卫的耿恭出没金市。是啊，既然来了繁华洛都，自然想要增长些见识。大哥，你就想问我这个的？觉得我沉醉着洛都的繁华，荒废了正事吗？我知道你心中自有分寸，只是随口提及罢了。我也听说你常在兰台秉烛夜读，我想说的，就是你夜读的事情。你以前若没有那么荒废，学识一定在我之上。如今你又开始用心批览，为兄也很高兴。只是，你将自己埋首在上古的残篇断简、诡异传说之中，实在是，有违班家传承啊！大哥，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，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班家传人。史官立言，首推一个信字，你依凭的尽是缥缈虚诞之残章断句，能有什么建树？立言当然重要，力行更不可废。大哥生性温良，自可效仿颜渊，安贫乐道。我更近乎子路，仗剑而行，大道未必有偏。剑走偏锋采栎，落在剑上，怎么都是偏了。就像劫法场一样，当时你在局中，我入局也无用，我得破局。我说的是读书，读书也是一样啊。我有时觉得你和父亲都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一样算是我史官传承。我觉得父亲和你都是困在传承与儒家的局里了，而我想破局。如何破局？倒回去看，我史官的前身本是天官，通星宿天道之变，
现在却失落了给帝王寄信使而已。史官现在的荣耀，最高就是助帝王封禅泰山。其实颛顼帝绝地天通前，神山当是昆仑。或许，昆仑才是我史官的源头。哼，荒诞不经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老子为何西去？他说的牝母、天地根，是不是就是在说昆仑山和西王母？而周穆王也曾西去寻那西王母。够了！难怪父亲说你堕了邪路。那些神奇无解的事，有些也由不得你不信。比如，小昭的能力。旺气怎么就是无解的了？气运之理，内合易经。那为什么他天生就能看见？你我无论怎么修习，也不及他。人各有天赋。天赋，我就是想探一探这个“天”字。或许上古的残片上有些印记。天道已远，庄敬便是；人道在侧，更当躬行。你这不就是儒家的话吗？你……算了，不争了。最近还睡得好吗？还好吧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岳父程华成让我带给你的，说是你向他讨要新收集的姚燕离曲，替小昭要的。好你个于右旋，总算让我找